事实上，除了美国政府，连日来，《纽约时报》、彭博社、民进周刊等众多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俄罗斯将于16号入侵乌克兰一事，甚至还有几家英国小报给出了确切时间，称俄罗斯将在当地时间2月16号凌晨3点入侵乌克兰。这些媒体口中所谓的消息来源，则是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周二晚，普京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乌克兰人今晚是否需要担心，能否安心入睡？佩斯科夫调侃道：“相信俄罗斯今晚入侵的乌克兰人应该熬夜等着，免得在袭击中睡着。他们最好设置好闹钟，自己看看。” Труд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с пониманием, но иногда даже шутят, просят узнать, не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ли нигде точное время в часах, когда начнется война. 同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来访的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波兰外交部长茨比格涅夫·劳在莫斯科举行联合记者会，会上一名记者先提及入侵问题。拉夫罗夫闻言一愣，脸上表情有些无语，随后点了点头。会场里的记者笑了，他也跟着笑了。记者会上，拉夫罗夫再三否认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并称这一谣言是西方的信息恐怖主义。周二，拉夫罗夫还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通电话。拉夫罗夫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友煽动的侵略性言论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有必要继续在安全保障方面开展联合工作，呼吁美国和北约对俄方就安全保障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采取务实态度。据悉，双方在通话中还讨论了即将进行的各个层级接触安排。近期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相关问题也是高频次的出现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这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不例外，一半的提问都与之相关，各方都十分关注中方的立场。汪文斌今天便明确地指出，当前局势的紧张源头正是美西方一些人不断的煽动、散播虚假信息。汪文斌表示，连日来美方炒作战争威胁，制造紧张空气，给乌克兰国内经济社会安定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冲击，也为有关方面推进对话谈判增添了阻力。对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妄称中俄关系走近正在威胁北约的安全，汪文斌指出，中俄始终坚持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目标，为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毋庸置疑。我们奉劝有关方停止发表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论，这种靠鼓吹对抗、散布虚假信息谋取政治私利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此外，外界还注意到，英国首相约翰逊时隔3个月用中文在微博更新一则动态，呼吁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上悬崖勒马。俄驻华大使馆随即转发指责英国政府搞信息恐怖主义。随后，俄使馆又再发一则微博表示，俄未进行任何重大军事活动。如果西方真的致力于减少军事危险，那么他们应该关注乌克兰及其庇护人的行动，因为正是他们造成了这种危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的所谓俄16号对乌开战的预言破产了，俄总统普京表示不希望看到欧洲发生战事。那么您对此进展如何看？美国的情报机构和一些西方的媒体呢，就像算命先生一样，掐指一算说俄罗斯在16日的凌晨3点对乌克兰将发动进攻，战争似乎是一触即发，搞得是人心惶惶。乌克兰的一些富豪呢也匆忙离开。上百亿美元的资本外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有点懵了，要求西方提供准确的证据。俄罗斯军方呢就宣布说，一部分军队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军事演习，已经班师回营了。俄罗斯此前一直强调说，俄罗斯不想要战争，但是战争的威胁呢一直在积聚。当俄罗斯释放出撤军的信息之后，全球的资本市场大幅反弹，战争危机一下子解除了。我们看到俄乌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的契机呢，就在于美国预测了一个俄军动手的时间点，其实对俄罗斯进行了极限的施压。施压什么呢？制造俄罗斯大军入侵的幻象。如果俄军真的动手了，那美国就预测对了，而且让德国呢别无选择的加入到
西方主导的制裁体系之中，等于说给俄罗斯挖了一个开战的大坑。俄罗斯以撤军的行动和信号戳穿了美国的信息战、舆论战的面目，但同时也解除了边境战争的警报，预示这一轮俄乌边境的战争危机进入了收尾的阶段。至于欧洲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建的问题，北约退回到1997年边界，那就是旷日持久的博弈了，还会有续集。尽管预言破产，但拜登仍坚称俄15万大军随时入侵乌克兰。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反常现象？在俄罗斯宣布部分军队已经完成任务，然后已经回到了常驻基地之后呢，全球市场的反应已经说明了战争的风险得到了极大的化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来得太突然，还不太适应，还要继续搞出新闻。英美领导人还在旧调重弹，说俄罗斯只撤出了一点点的军队，入侵随时可能会发生。就我个人来看，俄罗斯做出撤军的行动，至于说撤出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呢，此次局势的缓和，双方呢差不多找到了比较体面的方式来下台阶。俄罗斯以撤军的行动回应了英美开战的说法，而美国和北约基本上在没有回应俄罗斯关于北约退回1997年边界的情况下，看到了俄罗斯的撤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会为乌克兰而出兵。美国和北约已经多次重申了这一点。至于说能不能承诺不去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个人认为北约不会接纳乌克兰。2008年的时候呢，德国和法国就表示反对了。这次舒尔茨和普京的会谈时也说北约东扩不在日程上，其实就变相了承认了北约不会进一步东扩。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呢，写入了自己国家的宪法，但是泽连斯基也承认加入北约可能是一个梦想。也就是说呢，北约和美国未必会公开承诺永远不会接纳乌克兰，但是可能会默认现在的乌克兰的状态。俄乌边境的危机进入了收尾阶段，英美持续发出战争危机的信号，也是为了挽回一下颜面，同时呢，为过去一段时间进行的外交和战略的动员找到依据。英美指责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和演习，那北约也进行了很多的军事演习，北约东翼国家的军事的部署有所强化。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至于说俄罗斯提出的欧洲安全保障的问题，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欧洲面临的问题。奇怪的是，美国以及脱欧的英国比欧盟国家显得更加的强硬和好战，其实这也让欧盟国家非常的不爽。欧美俄之间的关系在这次危机之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